如果你不是在上班的时候偷看我的影片，那我要恭喜你已经下班了。以前我在复健科上班的时候，下班打卡那个瞬间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。在复健科的工作要消耗很多体力，回家之后我只想躺在沙发上好好休息，然后期待礼拜五的小周末。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个疑问，上班已经很累了，也会用到很多肌肉，消耗很多热量，那能不能把上班的劳动当作运动，下班后就好好休息，不用运动了呢？运动和劳动为什么不一样？下班之后有没有能更不容易疲劳、不累积身体酸痛的办法呢？这部影片就让我们带着这3个问题一起看下去吧。有一些健身达人会拍挑战高强度劳力工作的影片，通常那些健身达人都赢不了体力劳动者。印证那句话，不要拿你的兴趣去挑战别人的专业。但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就得出体力劳动者的力量比健身达人强吗？或者是说体力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就比健身达人好吗？答案是不一定哦，甚至我会更偏向否定。为什么工作时能搬更多更重的东西不等于身强力壮呢？最简单的解释就是，当你的身体一直在重复做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会导致有些肌肉使用率特别高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身体是遵守用进废退的原则的，那些使用率高的肌肉力量就会变强，其他没使用的肌肉力量就会变弱。那这么一来，肌肉的张力就失衡了。而且当大脑已经习惯总是使唤那些特定的几条肌肉，其他肌肉跟大脑的连结也会弱化，力量失衡的情况就会进一步加剧。而肌肉力量失衡会引出下一个问题，身体的每条肌肉都有它原本该负责的动作，那些被弱化的肌肉原有的功能就会被取代，代偿就是让其他人来帮你完成工作。被弱化的肌肉会因为代偿而被减少使用，功能再更进一步被削弱，这肌肉力量失衡的恶性循环开关就被打开啦。那肌肉力量失衡会怎么样呢？我拿膝关节来举个例子给你看看。你看，膝盖它前后内外都有肌肉，如果肌肉力量失衡，膝盖就被拉歪，偏离关节中立位，关节不在中立位的轨道上运动的话，就会让膝关节磨损。这个道理可以套用在全身的每一个关节上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换个标准，不比工作量了，改成比一下谁的身体比较酸痛好了，我能非常肯定的回答你，体力劳动者的身上一定累积了更多酸痛还有运动伤害。那说到这边，你应该知道了运动和劳动的本质区别。那要怎样才能在体力劳动的工作环境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？你可以想象，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 HP 条，满血呢是100，经过一天的劳动之后，你的 HP 扣了80，只剩下20了，所以你会想要休息，但可不是休息完之后血量就会回到100，而是很可能只会回血到99。劳动量不变的话，第2天你下班的时候就只剩下19的血量了。日积月累下来，你的身体总有一天会达到极限。你的 HP 到0的时候，身体自然会有强迫你休息的方法，比如椎间盘突出啊，或者是手痛到抬不起来。那我们当然要极力的避免这种状况发生。那避免的方法也不复杂，我们只需要采取2个方法：一是提高休息的效率，让血量恢复得更快更饱满；二是有计划性的强化你的身体，让血条的最大值提升。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提高休息效率的按摩，还有拉伸方法，以及适合体力劳动者的每日小剂量训练，让你的肌肉力量不失衡。提肩胛肌按压，第一个我们要放松的是提肩胛肌。只要你肩胛骨周围稳定肌群不够力，就容易用耸肩的方式完成举手的动作。这样的动作模式往往都会让提肩胛肌出现过度使用，肌肉里面出现很多微小的撕裂伤或者是肌痛点。但只要每次睡前用筋膜球放松一下，肩颈就会舒服很多哦。一开始我们要先找到提肩胛肌，将大拇指放在颈部和肩膀交界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2、3指就会放在提肩胛肌最容易紧绷的地方了。拿一颗按摩球，将球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躺下。如果一开始感觉太强烈，可以用袜子包住按摩球来降低刺激。屁股抬高，缩下巴，后脑向头顶方向延伸。你也可以用没有被压的那只手放在后脑，帮助颈椎向上延伸。吸气到酸痛的地方，吐气的时候将被压的那只手往上举。满分10分的疼痛，只要按压到5到6分就好。12下之后换边，总共做3组。竖脊肌放松，竖脊肌有3条，分别是最靠近脊椎的脊肌、中间的最长肌，还有最外面的髂胪肌。
那竖脊肌这条肌肉，因为做的动作是拱腰，我们现在的人很常因为站得太挺，或者是核心没有力气，要用到这条肌肉代偿，导致腰酸背痛的状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用按摩球来增加这条肌肉的血液循环，避免竖脊肌一直处于过度使用的情况。一开始将球放在脊椎周围，由内往外依序放松，找到酸痛点之后上下滚动。发现酸痛点后，身体左右移动，按开酸痛点。最下面从肩椎开始按，最上面按到肩胛骨内缘。按到最痛的地方后，将脚抬起，还有放下。满分10分的疼痛，只要按压到5到6分就好了。股四头肌按压。股四头肌在大腿的前侧，是下半身最常用到的肌肉，因为有4条肌肉，常常都会因为肌肉力量不均衡，让髌骨离开中立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多靠放松，以及后面会介绍的伸展，让股四头肌的血液循环增加，释放肌肉的紧绷，膝盖比较不会不舒服哦。一开始趴着，将滚筒放在大腿前侧，你可以把整只脚分成上左右还有下左右这6个区域，分区放松会比较省力哦。找到疼痛的地方，按住酸痛点，膝盖弯曲，伸直。你也可以压着痛点之后左右移动身体，一个点按压舌下，换下一个点。大腿前侧伸展，第一组我们要伸展的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，靠腰肌、还有股四头肌，还有前侧腹部的筋膜。当靠腰肌还有前侧的筋膜紧绷的时候，会影响腰椎的弧度，增加腰椎的压力。紧绷的靠腰肌还有大腿前侧的肌群，还会让骨盆卡在前倾，导致腰酸背痛。一开始侧坐在椅子上，屁股只坐1/3就好。前脚踩稳，外侧的那只脚往后延伸，垫脚尖，骨盆后倾，肚脐向天花板，尾椎向地板。感觉前侧紧绷的时候，就把脚跟往地板踩，身体向对侧旋转。手可以勾住椅背，没有椅背的人可以手往上抬。这个动作可以同时伸展髂腰肌还有前侧的筋膜，停留30秒，每天做3组。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觉得腰会酸，可能就是过度拱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用力缩紧肚子，让肚脐往天花板，尾椎向地板，你的腰会比较舒服哦。第二个，全世界最好的脊椎运动。一整天的劳动都会让脊椎变得比较僵硬，脊椎僵硬，周围的肌肉以及筋膜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差。这时候呢，就可以用这个全世界最好的脊椎运动来伸展紧绷的脊椎。一开始，双手推墙壁，后退1步，双脚站立，间距是肩宽的2倍，脚掌打开15度，膝盖微弯，对准2到3指。接着臀部向后向上推，同时胸部向下压，直到手肘伸直为止。持续30秒，每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会觉得胸椎还有肩膀附近紧紧的，就是有伸展到哦。下面的训练我帮你安排了核心、臀腿还有背部的肌肉，这些都是特别容易因为虚弱而导致腰酸背痛的肌群。藉由每天用自己的体重去做一点轻阻力的训练，就可以让你的肌肉力量维持平衡哦。第一个，核心还有前锯肌的训练。核心肌群一旦弱化，身体的地基就会开始歪斜，其他肌肉就会出来代偿了，身体失衡就会更快。下犬式支撑这个动态的动作，不但可以训练到核心，也可以训练到肩膀最重要但却最容易无力的肌肉前锯肌，是我非常推荐每天上半身必练的动作哦。一开始4足跪姿，手腕放在肩膀下方，膝盖与髋同宽，放在髋关节后方一点，大指球着地。核心收紧，膝盖离地，呈现棒式，颈、胸、腰、骨盆一直线，手臂保持伸直，缓慢下降胸椎，让胸口靠近地板，手肘保持伸直，但不要过度伸展哦。这个时候，两边的肩胛骨会互相靠近，保持姿势停留3秒，然后向上推回到起始的位置，再往天花板推一点。将肩胛骨往两边尽量拨开，维持肱骨外旋，再停留3秒。3次之后，手继续推地板，屁股往后往天花板移动，直到上臂接近耳朵。如果你的大腿后侧紧绷，膝盖可以微弯，打开。3秒后慢慢回来，反复舌下，一天做3组。弓箭步交叉蹲。交叉蹲是一个臀肌的离心动作，既可以解决现代人常见的臀肌不够力的问题，也可以顺便伸展臀肌，让臀部周围的血液循环增加，解决臀肌失忆症的问题。一开始弓箭步，
后脚交叉到前脚的外侧，把重心放在前脚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两脚膝盖微弯，对准2到3指，骨盆不要过度歪斜。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让脊椎保持直立。蹲下的时候要注意大拇指踩稳，不要翻起来。这动作要感觉屁股紧紧酸酸的，就是有训练到哦。一组蹲10而下，一天做3组。YTWL 背肌训练，接下来是对背部最好的训练 YTWL。背部的菱形肌以及正下斜方肌，因为肌肉特性的关系，只要没有常常做夹背的动作，这几条肌肉就会偏向无力拉长，而容易出现代谢废物堆积，甚至出现微小撕裂的情形。一天工作完可以多多训练它们哦。那多训练这个动作，让背肌启动，也不容易驼背还有圆肩。膝盖伸直，屁股往后推，坐在坐骨上，脊椎保持中立的排列，然后身体前倾30到45度。头部顺着躯干前倾，不要低头或抬头。接下来做 YTWL 的肩膀动作，那每个字母呢都要停顿3秒。那每组做10下，每天做3组。Y， 手臂呈现 Y 的形状，大拇指朝后，把肩胛骨往脊椎的地方夹紧，上臂前臂放轻松。注意全程不要耸肩或者是拱腰哦，这动作可以启动我们的下斜方肌。T，手臂呈现 T 的形状，大拇指朝后，把肩胛骨往脊椎的地方夹紧。这动作可以启动我们的中斜方肌。上臂前臂要尽量放轻松，如果伸直肩膀会不舒服的人，可以手肘微微弯曲。W， 手肘呈现 W 的形状，大拇指朝后，把肩胛骨往脊椎的地方夹紧。这动作可以训练到菱形肌。上臂前臂放轻松。L，手肘放在躯干旁边，呈现 L 的形状，大拇指朝后，把肩胛骨往脊椎的地方夹紧，上臂前臂放轻松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旋转肌群。那整个动作呢，全程尽量都要感觉肩胛骨往脊椎的地方夹紧哦。今天这部影片，你学到了体力劳动工作要怎么样保养身体。你要记住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血条，不只要补血，也要锻炼升级。影片里这几个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运动，希望你不要被体力劳动破坏了身体的健康。那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感受，我总觉得肌肉力量很像我们的银行存款，用力过猛就像过度消费，户头透支就代表肌肉受伤了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每天往肌肉银行里面存一点钱，这样我们肌肉银行里的力量更加充裕，就更不容易有酸痛问题，也能降低运动伤害的风险。希望这些方法能帮助你保持健康，享受更好的工作还有生活品质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